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铜仁德江县的长风乡。我身后这个洞呢叫做川心洞，据说这里面呢是一片世外桃源哈，有一个老人家呢隐居在这里面已经有10多年。走，我们进去探访一下。很漂亮的一个大场地啊，我感觉都有这个足球场这么大，非常的漂亮。这个洞里面还放了好多的椅子，然后这边呢就是另外的一个洞口。它这个洞呢，它是两边是相穿过的啊，就类似于一个天生桥的那种形式，但是比天生桥呢又要更宽大一点。这边呢建有一排的这个房子，然后这儿呢有一个小桥走过去。从这个地方走过来呢，经过这一座小桥，就会到他们这边的这个居住的这个房子，纯良的这个房子啊。它这个两边呢，一边有一个坎，然后呢，正好把这个河水呢给它拦到这个中间的位置。哇，走到这边来，好宽大。你在做哪个水水？你在做哪个？你在写字啊？我来练诗，我来练一下书法。你是写书法的呀？我参加全国的书法大赛，我这一次已经是报名了。参加全国书法大赛？哦，哇，你还是个文化人呐！文化是当然是我也是混时间啊。混时间，写得好哦。你写字写了好多年了？40年了吧？都写了40年了。我这个《陈云春》就写得好啊，可以说是个达到国家级水平了。而且我不是说我自吹自擂啊。我只有一首《陈云春》诗，在当今中国他没得几个人做得起。我念给你听，是吧？陈云春大将军是我们大江姓的嘛。秦东疏流，厚德江城，甘霖菩萨万物不停根。峰峦突翠，清气耀丽；云追白鹭，柳龙黄莺。河清海晏，盛世风华尽红尘。阴下里望西山玉水，满云追春。观音湖有新雨，乌江飞鹤响无行云。系故乡巨滨，化于千里。拓平山华，相醉人景。国强民富，气正风情。寰宇激荡，中华魂。同携手，奋进新时代，锦绣乾坤。对，写得好。这些诗词现在当今社会没得几个人做起，它的文学性，它的艺术性，它的思想性，它的政治性，它的社会性，它的时代性。但是你再好的诗词，你如果没得朋友，他就点不到赞，他又不给你点赞，其他他又看不懂。关键是有文化的也是占比少数。有文化的有文化本身就少，现在懂诗词人少，再加上他这个这个平台，一般人又看不到，这完全是靠自己的朋友圈来发朋友圈。他们读了以后认为最好，他就给你点个赞。书好大年纪的？今年66岁。66哈。你来这里好多年了？今年18年。18年了。你是哪个原因来这里的？我家就是外面的。哦，之前就住那边？就是过去就是一个公园。我从小望着看菜啊，都在这个地方。那我看你这个里面也整了好多房子，又整那些东西，花了好多钱了。这将近花500万。花了500万。今年18年了，光是修桥、修路啊、修洞，搞这些30产品就搞得起。你也有恒心的来，花了18年。来慢慢的整。我找这个地方，我当了这个地方来养下楼啊，修个生态啊。对。我不图哪走哪勤嘛，那我就图他自己待个舒服啊。楼来的话有几个爱心不会有啊，自己待个舒服嘛哈。你这以前是在外面上班了都是？在哪里上班啊？哎呦，我待了耽误多。你以前都在政府上班啊？我这个
劳动局呀、计划委员会呀、市华局呀、农经委呀。这个洞主沈叔叔呢，他在48岁以前啊，他也是在政府部门上班，包括在贵阳办事处呢，也上了好几年的班。48岁以后啊，才回到自己的家乡，来打造这么一片世外桃源，真的是令人敬佩啊！在48岁的时候就已经想清楚，放下了好多事情。我感觉就这一点上呢，已经超过了我们大多数人哈。你看，通过了18年时间的艰辛的这个打造啊，这个地方现在变成了这么漂亮的一个世外桃源。我其实挺佩服他的这种勇气的，是吧？那么好的工作能够放掉啊，回到自己的家乡，真是勇气可嘉呀。那么现在呢，他就是在这里面写书法啦，下棋啦，然后在这里躺着想一想人生啊，对吧？这种生活真的是挺惬意的，让人羡慕哈。如果说让你来过这种闲云野鹤般的生活，你愿意吗？朋友们，大家好！这2天呢是国庆节啊，祝大家国庆节快乐！也欢迎朋友们呢到贵州来旅游。我呢就不去大景区添乱了。今天呢，我要带你们去看一个奇特的景观，距离遵义呢有180公里。走，我们出发吧。现在呢，我们是在遵义到正安的这个高速路上啊。那么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呢，是这个桐梓县的芭蕉镇，是一个粉丝朋友发给我的一个特别奇特的景观。到了你们就知道了。我们现在呢，就从这个路开过去，然后要穿过这个峡谷。这个路看去没有多少车走的感觉啊。咱们看这个地方，地质条件还挺恶劣的，然后这个路也没有硬化这一段。这里如果说夏季涨洪水的时候，这个地方是非常恐怖的。像这些路的话，都是被这个涨洪水冲断的。但是平时我们是看不到水的，这个峡谷里面看不到水，但是涨洪水的时候，这个里面水会非常非常大。终于到这里了，朋友们。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在遵义市桐梓县芭蕉镇庆丰村。看到我身后这个石人没有？是不是特别的神奇？就是在山尖尖上冒出来的一堆石头，而且下面的这个颈部非常非常细，上面是一个扩张开的，就像一个人头，两边都是像这个人的脸，非常之神奇啊！我开车180多公里，就是为了来看这个石人，太神奇了！我现在带你们过去看一下。我们现在呢，从这个小道走过去，可以走上去啊，走上去看一下。大家看一下，我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石人的跟前，真的非常的震撼。看一下下边这一个非常细的一个颈部，上边呢就像一个人的头部啊，可能我们从空中会看得非常清楚。我目测呢，整个石人的高度应该在30米左右，非常的巨大。下边就是非常细的一个颈部，大家看看，然后上方呢就是人的头部，而且它的前后两侧呢都是非常像这个人形的脸的。我们现在呢用航拍给大家展示啊，因为这下边呢看不全。
我都想象不出来为何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石人，因为正好在山尖尖上，那么这里就矗立着这么30米高的一个石人，而且非常非常的形象哈，所以大自然真的是太神奇了。哎呦，吃饭没老师？吃饭没得？没有，这里路去走哪里去的啊？走了。啊？走哪里去走哪里吧？宝山。宝山？下芭蕉啊。走到了芭蕉的哈。走芭蕉。哦。哎，我问你，他这边这个是蛇子儿，你们是叫他蛇子儿噻？他跟有啷个传说没得？是啷个意思啊？你给我讲下来。我刚刚去看了。以前那区的石将军。以前跟他去的石将军。90岁的，现在这里都有个拜祭跟他的。哦，90岁的人拜祭跟他，他是啷个拜祭法呢？在当干儿子，在当干儿子了。做到自己找干儿子一样啊，拜请他呀。就是自己给拜祭跟他就行。啊。他自己周围是一转，好多20-30，有些都是拜祭跟他的。哦，都自己给拜祭跟他。他是是那个呀，神仙还有。他头前面以前搞大气这个平均准备挖成田。啊。全部挖来挖去都不行，一天挖出10多公红线。就是底下块田了。这搞两东西啊？哦，臭的那种酱子哈。闻起很臭啊，这个。香味。吃起又很香口。我都街上过啊哈。你们这那个老人家他说噻，他以为我是电视台的，他说来采访我嘛。我看他们那边村里面那边也都全部又造楼房了，你们没有整那造过啊？播州也没得，惠川也有玩意儿整的了。哦，就是房子改造，播州区没得哈。播州也没得。惠川区都改造了的。我们就只有惠川区了嘛。是啊，惠川区啊，要挺矮那个整的，我们毛丝搞好都把它打起了。整矮点。是。他那个背的特别自引的呀。这个可要花不少钱了，一家都要花几万的。是。一家都要花几万，你想弄个多，农村弄个多，哪里那么多钱嘛？是的。这边自动有哪个呢？自动楼房？那是哪里去的往起义嘛？没起义那就失去了南的娃儿去。南的时候还有个婆家有两个娃儿。你没在这住下？没在这住。房子有空的嘞？房子空的了。因为有个跟那有做了。哦，跟到别人了。娃儿呢？娃儿呢？那个也是生病死的哈。哦。30多岁。可惜呀。是啊。那走了人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今天呢，我到铜仁深山这边来了，准备进入这个深山里面去看一个无人村庄。一个村庄30-40户人已经全部搬迁，我准备去一探究竟。就是开这样的路哈，我已经到这里开了6公里了，我也不知道能开到哪里，因为从这里走路去的话，可能还要走差不多1-2个小时，确实有点难走。
我的意思呢，把车往前开，开到哪里算哪里。看一下这个公路，完全就没有车碾过的痕迹啊，看到没有？根本就没有车辙印。这个路就是这样子，就是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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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天呐！看一下，根本就已经没有路了，还有很远，现在都有点提心吊胆的了。说老实话，这个路真的太难走了，因为完全没有车开过。而且基本上这里我是从森林里面穿越过来的，两边的话都是这个草，杂草，把这个路给盖住了。大家看，现在我就相当于在这个原始森林里边一样，看看。经过了刚刚那种非常艰险的路段，我已经来到了深山这里。那么我的车呢，开到上面已经没有办法开了，路呢也到这个我上方这里就已经到头了。那我要说的这个无人村呢，还在这个山谷里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片过去，方圆起码是20-30公里的位置是没有人烟的，只有这个位置呢，还有一个无人村。那么他们里面是大概是30-40户，已经是集体搬迁了。那房子呢，已经是看不到几栋了。我本来说想徒步过去，但是这个深山里面可能已经没有路过去了，实在是过不去了。那我只能用无人机飞过去，你们看一下，保留一些无人村的影像哈。还有一个呢，我车子是停在这边这个位置的。那么这里哈。这里公路到头，那边有几户房子。那我停在那个位置呢，首先我这里要爬一段坡，这个天气我担心下雨，因为步行过去呢，走到那边那个位置呢，可能需要2个小时，来回也就是说要3-4个小时。那我如果说步行过去，然后下雨的话，我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再回来的时候，这里爬上去的话是泥泞路，有可能就要陷车什么的。你们也看到了，刚才过来那个路非常非常的险，所以特别遗憾，我也不能过去了，可能也去不了，只能用空中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森林之中震撼的一个场景啊。
我告诉大家，很多人喜欢徒步登山，但是当你在这种大山里面迷路的时候，说实话，你真的是叫天天不应，信号也没有。所以，各位，如果说独自一人进这种特别大的这种深山森林的话，还是不要冒险的好。走了，赶紧回去，再下雨了。等一下我车开不上去，你们看一下吧，身后这些所有的山里面都是无人区，无人区哦。大家好，现在我在重庆的南川区啊，到这个山上来看一个特别的瀑布。我们平常看的瀑布呢，都在山下面，但是这个瀑布呢，它在山上啊。从那个下面的大公路上，本来呢以前是可以开车上来的，好像因为是上来的车太多了，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呢，在那个路口就有石头给堵住了。我们今天要去看的呢，就是南川区的马料水瀑布啊。现在呢已经下午5点钟了，所以我们走在这个森林之中呢，你看听着这么多的这个懒虫在这儿叫。我还是小看了这一段路啊，原以为可能以我的速度10来分钟就能走到，但实际上真的要走半小时。哇，凉快，包裹在一片竹林之中。这个路边有一股水，有人接了根管子，这水应该是可以喝的，喝一点。哇，超级凉快！我跟大家说，这个瀑布在山上，可能很多人不相信。看一下这个下边，是不是很深的峡谷？然后那边那儿还有一个石头人，是吧？几个石头放在那个位置，看着很神奇。然后那个山看到吗？也是非常的神秘的，像一个银子一样的造型，可不可以把它称呼为银子山？然后这个山下，哇，非常的漂亮。然后这个瀑布呢，就相当于是我这条路走过去，那个瀑布是跟我们走的这个路是平齐的，所以说你看。你们见过这么高的瀑布吗？很少见吧。通常很多的瀑布呢，它都是在这个
山下的位置哈。走在山里啊，你们就要注意观察这个云。上方这一朵乌云呢，就是带着雨的，而且可能是那种中小雨啊。太阳被它挡住了，然后这朵乌云经过的地方呢，肯定是要飘一点雨的。即将到这个瀑布的地方了，怎么没有听到瀑布的声音啊？这地方视野真的是非常的开阔，大家看一下，很漂亮。但是这个瀑布在哪里呢？我走到这个位置了，都还没有听到瀑布的声音。我看平时他们就很多人站在这些特别悬的这个石头上去拍照，你看这个石头也非常悬。然后那边那儿站有几个人，哦，确实是有瀑布，看一下，就那么一点点，看一下就那么一点点。现在根本就不是瀑布啊，就是一股水。他们起的这个名字起得非常好啊，叫马料水瀑布，还真的就那么回事啊，一点点，看到吗？还好能看到一点点啊。它这个瀑布都落不下底啊，在空中呢就全部飘成那种雨雾呢，洒落在下面的这些植物上啊。你看瀑布落不了底的，真的非常的高。我用无人机沉下去还没有沉到那个马路，你那个马路应该还有50米，然后我已经沉了230米，所以说这个顶端啊和这个下边那个公路的垂直落差应该是270-80米左右，我估计哈。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水沟的一路呢都有人，其实是比较危险的。我看到还有一个穿红衣服的阿姨在那儿拍照，在那个水沟正中间拍照，这都是非常危险的动作。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山上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地方其实是正在下雨的，所以他们在山下面根本看不到情况，说不清楚什么时候雨水就变大了，这个很难讲的。所以说咱们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千万在水沟边要特别小心。前一段时间才发生了10几个阿姨是吧，在这个河道中间拍照的这种事故，所以说大家来这种地方呢，首先自己要评估一下这个安全系数，不要把这个生命当儿戏，对吧？这儿的瀑布呢，应该是要在那种涨大洪水的时候才非常好看。当然今天来呢也还不错，最起码有一点哈。如果说一点都没有的话，那就真的挺坑的了，就看一个干崖壁，对吧？站在这里呢，不只是看到这个瀑布啊，还能一览众山小，看到这个美轮美奂的这种风景，非常的漂亮。感觉我现在所站的地方呢，有没有感觉像一个点将台一般哈？所以站在这儿呢，就是有一种唯我独尊的这种气势哈啊，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朋友们，大家好！有没有看到我身后这座大桥？这座大桥呢是遵义高速的湘江河特大桥，也就是跨越湘江河。那么这标志着我们贵州呢又多了一座超级工程啊。那么遵义高速呢7月1号就正式通车了，也就是6月30号的12点过就可以走遵义高速了。那么以前从遵义到余庆呢也有高速路，但是要走别的地方绕，大概呢要走3个小时左右。如果你走省道呢，要走3个多小时。那么现在这条高速路一通呢，从遵义到余庆呢，只有90多公里啊，也就是1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余庆，可以节省3倍多的时间。这条高速从遵义起步呢，经过团溪、铁厂、猪场、石联、构皮滩、龙溪、花山，然后到达余庆。
那么极大的方便了沿途这些乡镇的老百姓啊，因为以前中途，比如说像石莲镇呀，像这个铁厂镇呀，都不是很方便，因为没有高速路嘛。那这条高速路通了之后呢，沿途的老百姓会方便不少哈，进入遵义非常的方便。湘江河套大桥呢，位于遵义市和瓮湾县的交界处，为遵义高速全线控制性工程。主桥桥型为双塔双锁面叠合梁斜拉桥。桥梁全长呢1700米，主塔采用薄壁空心菱形锁塔，其中2号墩主塔呢高288米，3号墩主塔高268米。湘江大桥塔高在同类型桥梁中呢排名世界第7，亚洲第4，贵州第2。那这一座大桥呢，又是为数不多的我拍过2、3次的一座桥梁。从它刚刚开始搭建这个桥面和中间和现在建成呢，我都来这里拍过。现在呢，就给大家欣赏一下从这个桥开始到建好的一个过程啊，确实非常的震撼。这边发现一户人家，哇，这儿还不缺水哦。看一下，种了这么一大块的水稻，这块田可能有1、2亩，很大了。种植有一些辣椒、黄瓜。哇，这户人家居住的位置非常不错，他家那个电线从那边拉过来的，然后这一块水稻我估计有2亩地，然后下边有好多的玉米，看到吗？这个毛公路到他这儿呢就已经到头了。哎呦，这个狗又在叫，
是不是拴起来的？有人在家吗？我们参观一下哈。这边放了洗衣机，然后哇，是一个老人家在家的啊。这个是三烟，就一般都是我们这边都是60、70岁的老年人才会抽这样的烟。哇，这里好奇特，它这个柜子里边有蜜蜂。注意看，这柜子里面有蜜蜂。这蜜蜂养在这个柜子里面，挺神奇的。这个是葱，好多晒垫呐，朋友们，这个东西你们知道吗？1、2、3、4、5个晒垫，这要晒多少粮食啊？这个一铺开的话很大的，每一个铺开都很大的，这个把子都不够铺。看它这个把子这么大，这么多晒垫拿过来都不够铺的。你们看这一户人家的环境怎么样？然后就住在这个位置，其实那边都是挺平的，然后但是没有看到有路过去了。然后它这个门口呢，就有，我看一下，有2亩地左右的这么一块水稻田，然后特别平。这个地方环境真的非常非常漂亮，一独户人家居住在这里。这个田都干了呀，是没水吗？哦，你那个那么多？你那个做那个就种那么多地啊？辣椒淘来在哪卖啊？他来看看噻。哦，不是在卖生的哦。我刚刚无人机飞了一下，我看你家种的图不得了的，要不种几十亩哦？没得几十亩，这些啊。哇，底下也都是了啊！都是些做起都是了。做起的都是了嘛？可能最少有10几20亩吧。20亩差不多哈。你们家是没有搬迁呢？搬了的。都是搬了的。搬了然后又回来。熊上来做透下风。你们搬哪儿了？搬到黄家坝。黄家坝啊。你们这儿安逸哦，不搬的话还好点。不搬人多了，还不是啊？哦，不搬人又太多嘞。不搬人都多啊，你是多得密麻麻的。哦，你现在种的这些土路啊，有好多都是别人的哈。这些全部都是白给了，我们家的国家的一点都没得，你说是不？哦。那些都是白给啦。那你种他们的地要付租金没？你想住哪里就住哪里。当地的不用付哈。当地现在我们今年是住1年半年也住不到了。哪里的？就那些来歇业的了。哦，承包了的哈。是不搬了？你们这老包有好几十户。搬噻，都多啊，人家一路上来都有啊，有多点。你们开车开去上来了？我开到那边去了，不开到那边去不敢开了，全部是些炮弹坑。是不敢开呀？他们那些都开去烂地，分了的都不敢开了。是啊，那他如果是这土地不准住了的话，你们还住这里边？我们不住了噻，我们都搬回去了。就回黄家坝了哈。我家黄家坝是有娃儿住的，我们在关押的。可以养牛噻，可以养牛不？就他种起来，你哪去养牛啊？他整起来就不整的哈。那人家你过都过不到草了，追也追不出去，只能给干养牛。你说他明年就全部来整了？肯定明年他要来挖也他全部都要挖干，把一些全部都挖平的。挖平了要？都全部都挖平。
后头些生扑扑的掉以后啊。你都在厂里面上班了，我看你穿的像厂粉了啊。我们那原来是在厂头噻。哪个厂哇？我们原来在浙江。哦，你们小孩呢在那边上班吗？在不？他们在浙江啊，他们现在。哦，都在浙江哈。现在都在浙江。因为你家在这儿，要是人家不来占的话，你家在住这土地好安逸哈。对，我还做了3年嘞。都做了3年嘞。我还做了，今年4年了。哎呀，巴不得他种不成噻。我们都巴不得他种不成了。种不成的话，你还可以种那么多土地。那也对，累得不得了。像我们这回我们2个人讨海椒嘎，一天累得要死。讨来把它整干了卖。讨来抗干噻，抗干了卖噻。抗干了可以卖好几斤哇？10几块。10几块。你们家种的好多海椒啊？我们没种好多，种就2升嘛。2升么吧，都要卖几千块钱的。300斤。哦，要卖1万多啊！干的都要挣1000把斤啦。1000把多斤海椒。可以。你现在养的牛啊，行不得？养鸡的噻。养了多不？我有8、9个牛。8、9个牛。也不少钱的嘞。8、9个牛那一年也可以赚个好几万呢。赚到好几万啊！今年子喂鸡的喂鸡啊，今年子的牛也没拿去买，也没拿去卖。那不晓得你在卖够，哪会？他没得那个卖呀，今年子他们那里牛有病情了，才给的哦。是，有些地方有病情。还有回去有病情了，这些都没有那个才能买一个，没那个才能买。他们是2夫妻住在这里，小孩呢是在黄家坝那边。然后你们看他这里的环境真的超级漂亮，但是他种的那么多土地可能有10-20亩吧，但是呢大多数都不是他的，他们这个地方居住的人其实挺多的，然后呢只是说全部都搬迁了，房子也拆掉了，只看到他一家人有房子在这里。那么他们已经回来在这里个地方呢待了有3年的时间了，就在家里种地，以前是在浙江打工，那么种了20亩地，包括水稻，然后养了有8、9个牛，其实算下来1年的收入呢也不少啊，应该可能7、8万块钱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像他们这样2夫妻在这个地方1年能够挣个7、8万呢，其实也还挺不错的。但是从这个明年开始呢，可能就不一定能做了，因为承包这里的一个公司呢马上就要进场，然后这个地方呢可能要种植规模化的一些东西，那他呢就不能种植那些土地了，那么也就只能离开这个地方到搬迁的地方去了。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泰啊。现在我在我们村里面的一个山顶上，有没有看到我身后这儿有差不多500亩的地都是荒的？而且这一片地的话，我可以说是我们村里面连片最好的土地，它有连片4、500亩，是在这个山顶上，那么海拔在1200多。然后呢，这些土地全部都是经过坡改梯的，也就是说朋友们希望的那种可以进行机械耕种操作的，那么这里就比较适合。它虽然是有一个缓慢的陡坡下去，但是呢它全部做有坡改梯，而这个公路呢就是一整条公路沿着这个地方下山，所以每一块土地呢都是可以把机械推进土里面的，当然是小型的机械啊。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可以看看整个这个上面坡度也不算陡，反正这整个山下去一直往山下走呢，一整片呢它是有大概500亩的这个地啊，你们可以看看这个地里面全是荒的，整个坡改梯是全部做好的。像这下面这一块的话就有种啊，那么是一些老百姓他自己想种一点吃的到这儿来种的。那么这边的地呢全部都是还是属于在老百姓手上的，没有被任何人进行承包过，只是在里面有一些小的项目呢，这些都是一些流域治理的项目啊，它不属于个人都是目前来说这些土地资源全部还属于老百姓的一手资源。那么这里整个就是全部做坡改梯的这些土地呢，大概有4、500亩啊，整个山下去大概4、500亩。大部分呢是属于一个荒废的状态。那么刚才我也说了哈，就是这一整片土地的话，算是我们村里面连片起来最好的土地吧。它4、500亩全部连在一起的，就是找不到任何地方有4、500亩地是
全部像这样连在一块儿了，所以呢，这个地方还没有进行这个项目的这个操作，还是蛮可惜的啊！朋友们看一下，就是像这个地方的话，适合干什么样的项目呢？我个人觉得呢，这个地方呢适合喂跑山鸡啊、跑山猪啊之类的项目啊。但是呢，就是有一个问题，水源问题比较困难，因为山比较高，大概在1200多、1300米的左右。水源的话，只有可能3-4分水管这么大的一个水源，因为这个地方呢，水源相对比较缺乏，可能要做比较大的一个蓄水池，平时要存一点水。整个这一片呢，我个人觉得可能适合养跑山鸡啊、跑山猪之类的。其他的呢，可能就是可以养牛，在这些土里面种草啊，所有几百亩全部种草来养牛也是可以的。朋友们觉得适合什么样的项目呢？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交流哈。确实，这么几百亩的好地啊，荒在这里蛮可惜的。我再去就这云南黄金了，我再次一起摘的这对比哈。哪种啊？这种啊，云南黄金啊，红花黄金真的。那种叫红花黄金啊？那个看起完全不一样啊。是不一样噻，它炒这种黄金就炒远了。这种哦，看样丑丑了啊。我这些路都是就在这儿对比，你看和这期一起摘的3年了，这个3年哎呦弄高3米多高，你看嘛。这颗就是你说的这种多花黄金了嘛？就是铁黄金了嘛，3米。一起摘的。这颗弄个高球了，已经要挖的了。我这一对比的话，一块土了嘛，这个2-3年就这样子，得点大点儿，搁这儿泡个就吃了。这个就是已经90多下来噻的啊。10多斤了，有我的10多斤。这根就是那种穿心草，看嘛，这种它又叫元宝草。穿心草，这起啷作用的？它一路有盖大的不是？不是的，就全草复可用。就全套拿来复可用。这个一只黄金，这个是黑子子的多，叶子也落了，你看就不像那种黄金。好像这些黄金我就不用不摘。不好。你还有些啷家是稀奇玩意了。8过年这种就是。8过年又是啷哇？中药路。这个。这个起啷个作用啊？这个就是可得汤啊，清热解毒啊。这个就是枣儿红。你也在山上找起来整的哦。枣儿红。这根就是我看的叶皮啊，是说。就在这儿就是了啊。反正。就在这片叶。这底下是个儿，这个就在百花前湖。这跟百花前湖啊，1毛菜啊，这种菜好吃的。百花前湖哈。叶皮叶儿，它你卖500块钱，你一路是啷东西啊？就是一个个了。叠的个儿。这是个个了。干的。好久可以挖呀？你摘起走？2年。这都摘掉。你这里面这些药材我是没见过的嘞。这个就是穿心莲，麻布袋。这不是在叶间隙的根，是麻布袋的根穿心莲。这个。这些都是噻。这个有3颗籽儿的，你认得不？3颗籽儿。注意哈，举头啊，你看嘛。举手脚和。它叶高节哪个节本都是3颗籽。都是3颗籽啊。还真的是。这叫3颗籽。它起啷个作用啊？这个是那个下肠胃上的和肠炎的要用。用麻杆杆的黄金，这种那个路当好没得个的，这种我也不要。好吧，他们说的山坡一混就是这种啊。这种就没得个不好。是喽，这种不要，因为我都摘的样品都好许多。你这整了10几种来摘来选好的出来。选好的它不好的不要它，你摘能别搞错得了嘛。像这些好品种，它这成绩就不一样，长得不一样。像这些我耍的养苗这回事。你都在山上个转，看到有好多就挖，看到有就挖一转来。是啊，这个是万年青，也可以，这个呢，大叶子。就叫万年青了。这根就是蓝板蓝根。板蓝根。蓝板蓝，不是白板蓝。我在田里头有啊，这根就是那个绝节生，就是他们说的党参底下的红缨根儿那叫蕨菜艾。这就是葱柳应该用的得，没有啊。
重楼哎，很难见到位。哦，这个是重楼哈。我是没有重楼，我没见过的。它这个疙瘩是不是有点像天麻了啊？啊，有点像天麻哈。再接着有个指头个吧。对，接着行的。哦，耶，这个好看哦。它这个是不是种子啊？这个接来，这种子，就这个意思，种子，重楼种子。好看。这就是党参种子，看嘛。哦。比如这个根根，那个黄根根，在那个晒青了之前，使用那个的，是金鱼的，这个滋阴补肾用的。就是这个叫啥？白芥你也有？有，白芥嘛都有。有盖没啦？有。这个才看噻。你看嘛，人家哪个生了病要找到哪个药那头找你是最稳妥的，哪个家是都有。嘿，好多人走，不但是稳妥，几万人在走。哇，这个根才发达哟。别得行，像摘的时候就摘这个的，对。用就用这个盖头噻。是用这个的。哇，根须不得了多。你看就我那边我都还有啊。你看到这个个人的，像这个是就原那个单价800-900块钱1公斤的时候，我像这头可能都卖好几千块钱的。我这头卖完要卖20万了，我又卖完了。你这个几块土哈？卖完硬是要卖几十万的，像你那个算碳的话。包括那边的也好可能卖个20万的，没问题。我这点就我来卖的1500块钱一点点，我好给我自己菜这里。就这段，就这一小点儿。2个平方。就是这种吃花不叫。你研究中药材，真的是研究透了的。我这几年就靠这几根药材，我一样都没干呢。这是蓬香，你吃手研摸是吧？不摸它就不香。一说手研摸就香气了是吧？嘿，再看这的神狗。蓬香那个。它名字就叫蓬香。我们今天到这片山里面来挖天麻，然后要经过上面这一大片的坟山，我已经走下来了，他们挖天麻的也下去了，然后吴启林兄弟啊，在上面坟山里面迷路了。哇，这里一大片的坟山，等一下他下来我们采访他一下，看看他是什么感受啊，一个人在那个地方走迷路。终于找过来了，你刚才跑到哪里去了？那前面全都是坟，我跟你说，还好今天这大太阳，我看到那个直播走就引走了我的那个注意力，哇，真的很吓人。如果是下雨的话，有雾罩，我是不敢走的，很吓人那里面。我从这里走下来的，然后我一叫你跑到那边去了。对，是有人喊你过去的吗？我也不知道吧。哎呀，这个坟山里面确实有点吓人啊。对，太吓人了。我刚刚听村民说，他说有1万多座坟。1万多座坟啊！就这一整片山全是坟墓。对，全都是。而且那边的坟很大，不像这里这么小一个，很大的。我感觉刚才他被吓住了，我们一群人走这里走下来了，他跑到那边去了，跑到另外一个坟山去了。我喊的时候声音都很小，是吧？都听不到。听不到什么？你是被迷住了？你打电话我都接不到。对，我打电话以后你也接不到啊！这我给你回过来了，那好像电话都受影响了。吓到了。哎呦，这个天麻安逸哈。这个天麻安逸。安逸。挺干的。这还是天有点干哈。如果不干，像这种最少都是7-8两斤吧。像这些最少都是30两。它干你看着，连迷黄金都干，你看着，干水分都没来多少。对。这土好松散。土也松散，只是干了。全是绝基草烂的。这种地方种天麻就是安逸。安逸。而且我们说，种这天麻树是今年我拿送去检测下来，都是0年8斤。你给检测过的是吧？我检测报告有的有。0年8斤的天麻树算高的嘞。在整个西安，我说天麻树算高哟。种天麻的时候是啷个种法的？主要是我们自己就会种。自己去种。
然后柴也都是背起下来，柴是背进来，从上面背起下来，从上面请把人拖下来。我的天，这个成本也高的。高人做物业种地看，今年你要种个地头天，后年你上不到这味道了。所以就是不然到种是种在山家，种出来效果和这效果不一样。大家现在追求的要环保、高品质、高品质、生态、原生态、原汁原味东西这个。像这小这种拿回去在那儿买洗的，买油炸的，油炸的吃哈，油炸是安逸的，安逸得很。自己口感自己弄好。是。啊，第一口因为我这是红毛，第一口吃进去有点苦，因为要有甜麻素。如果买甜麻素，你吃起跟吃酱面那边吃法的都不叫甜麻了。对。所以昨天我们转的以来都是甜麻第一口进口第一口酸的有点苦，跟苦瓜一样，但是回味是甜的。你那个第二口回味又是甜的哦。对。这有点苦了，它是天麻素的原因。天麻素的含量很高。如果才按国家药典标准，天麻属于中药材，天麻素是低于0.25，晓得不？如果低于0.25天麻，实际口感倒是好，但是不得好大个作用。下面你进枸杞啊、小板啊，这2个食品，里面多么的效果好些。我们这是吧，这是往外头，就往外头下去。这就往外头哈。那你这个人工成本也不得了的哈。我这一个平方，上下要付100左右的。你一个平方的成本要100块啊？我的天呐，你这个成本真的相当高哦。那一瓦多少斤呢？如果整天天不干，像我这个，你看我整天挖到这是3瓦，这3瓦仔得将近有40来斤。40来斤。40来斤，我说成0.7、0.6个平方。3瓦乘起来我多少平方？2个多平方就说40多斤。一个平方就将近挖12斤，真的。如果天不干，我说是打算挖25斤一次。照天干恼火。你们种的投资好钱呐？种这些东西？现在基本上投资了300多万。300多万。今年的天麻能够卖得很多钱吗？今年天麻卖得了20多万。20多万。30万块钱。投资300多万卖20多万，不是亏大了？我说还得有嘛，啥子大把？你不是尽管卖点商品嘛？有。你要还得有其他也还得阿达还有其他东西。估计种天麻也要2、3年才回得到本儿哈，回得到本儿。天麻要4年才开始回本。4年开始回本。4年。首先第1年育种，把种育出来，放化肥下化肥，下化肥再把化肥反栽，反栽以后才出商品嘛，要4年才回本。朝天今年全是投资钱，像我们是今年是开始回本，今年应该是说，今年的前前后后今年100万。就前前后可以卖100万。你今年一开始回本的时候，你逐步年年都开始回本。对。我们走了20多分钟吧，才到这个山脚下。你看他们的天麻就种在这样的山里。刚刚那个高总也说了，他们这个种天麻的这些木材啊，这些全部都是从山上用马驮下来的。而且这个，比如说像这里哈，它这个位置呢是1个平方的一个种植面积，那1个平方呢差不多成本都要100块啊。那种出来的天麻呢就是10多斤，尤其是今年这个整个天气比较干旱，所以说呢产量啊也是巨减啊。而且现在挖好这个天麻呢，又要从这里用人工背上去，可能都要背20多分钟吧，才能背到山上，特别辛苦啊，不容易啊。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呢，我在我们村里面一片几百亩的荒地的山上。以前呢，我都跟大家说这里是拿来搞什么种植、养殖这些。但是突然间前2天有一个粉丝朋友联系我，他说让我跟他找一个搞民宿或者说避暑的一个地方，然后一定要在山上。我突然间想到了这个位置可能是最佳的选择，搞其他的可能都很复杂，是吧？你需要去一家一家的把这些土地全部谈好，整合拢来。但是搞民宿的话，你要不了多大一块，那么可以慢慢的往边上扩展。比如说你先要一个3、5亩地，那么你可以慢慢的往边上扩展，
或许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因为它的要求呢，也是说要整个山上是没有人的，那么这个地方非常符合哈，整一座大山这个周围都是没有人的，也就是说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是吧？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确实是在大山顶上，那么对面那个条公路呢就是仁遵清高速，对吧？那对面那个村呢就是我经常说的草王坝村。现在呢我就在这座山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这个地形啊。那么如果说要做什么民宿呢，就坐在这个山本那边上就最好，而且那边呢还有一个悬崖，知道吧？还有一个下面是悬崖，所以说住在那个地方是非常漂亮的。那么你往周围一看去，整个下面就是一条河流，是吧？对面那些都是村庄。那如果说一旦在这种季节哈，你就会看到那种怎么说呢，云海的那种感觉。那你看看这个山下，现在河边就有很多雾起来，是吧？今天在下雨，基本上在秋冬的季节和春天的时候的话，你会经常是看到山下这种云雾的感觉，非常非常舒服。而这个地方呢又是比较平的，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就是什么呢？它这条公路是沿着这个地方下去，一直盘山道，一直盘到山底的。然后呢，我身后呢，这里过去啊，我身后从这里过去呢，转弯过去很远呢，就是一个村庄。知道吧？那么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是，他一说到这个夏天打造避暑房和这个民宿的话，我就觉得非常好。而且这个地方的海拔呢是1300米，太舒服的一个地方了，对吧？那么水源也有，电也是拉上来的，大家可以看到有电线，是吧？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一条公路上全部都有安装这个太阳能灯，看到吗？太阳能灯就是这种太阳能灯，是吧？这一整条路上都有装有这个太阳能灯，那么你就可以在晚上的时候，对吧？就在这个路上散步，是不是特别的舒服，朋友们？我刚刚跟你们说的悬崖就是这个悬崖，那么刚刚我所指的那个山板呢，就是这个山板，就是这一片啊。当这个朋友跟我讲到他要打造民宿的时候，我突然想到的就是这个地方，因为之前跟大家已经发过几次视频了，都说的是这个种子养殖发展的这个问题，但是没有想到打造民宿这一块哈，整个山看去太爽了，真的。如果说真的是要打造那种夏天的避暑房，或者说是这种民宿的话，我认为这个地方是最合适不过的，就在那边那个山边，那么正好那边有一个悬崖切下去。这个地方真的是不管是春夏秋，你看去都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真的。海拔又在1300米，尤其是夏季避暑，真的是一个绝佳的一个好地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是不是天气凉快要散步？那这个路边整条路都有这种太阳能灯，是不是特别特别爽？我跟大家讲过的，这个地方是以前就做过这种坡改梯的这些地，是吧？那么多地做过坡改梯的，所以你同步在打造民宿的同时，可以同步发展一些特色的农业种植，都是完全没有问题。这个地方条件真的是太好了，他一想到这个，他一说要打造这个，我都特别的来劲哈。朋友们觉得怎么样呢？如果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意见呢，也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交流哈。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啊，感谢朋友们的观看。如果说这个古村寨里面有一栋400平米的农家院，免费拿给你居住，而且你还可以搞经营，你有没有兴趣呢？现在呢，我在遵义市梅潭县西河镇的石家寨这个古村落，这个古村落有100-200栋的这个古木建筑，非常的漂亮，而且呢，这个寨子边上还有一条这么清澈的河流。尤其大家看这里这一片岩石啊，现在因为这个天气比较雾，所以呢，看着不是很清晰啊。这个地方真的是像一幅山水画卷啊，特别特别的漂亮。这里这个位置呢，应该是新建的一个类似于酒店或者民宿的这个建筑。通过这个风雨桥呢，咱们就可以进入到这个村落里面。然后整个这一片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坝区，大家可以这样360度的全景看一下。这是我后面的这个风雨桥的一个全景啊，看看这个河边呢，就有这个4米多宽的一个公路。那么
而可以走在这个河边，这个心情真的是非常美丽，是吧？这个河里边，大家看看还有一些鸭子。你们看这里这一片河流的这个水域呢，他们每年夏季的时候都会在这里搞泼水节。今年应该是5月份或者说7月份，到时候大家可以来玩哈。那个时候人特别多，据说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达到几万人啊。朋友们，这个古城寨漂亮吧？如果说这个古城寨里面有一栋400平米的农家院，免费拿给你居住，而且你还可以搞经营，你有没有兴趣呢？我带你们去看一下。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呢，就是这个村外边的一个停车场，中间呢是河流啊，里边呢就是古寨。那总的呢有100-200户的这个人口哈，然后呢。我们要看的一栋这个房子呢，就在这边，跟我去看一下。看到没有？就是我正前方这个停车场这个边上的这一栋石头房子，里面总的有400平米，带你们看看。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呢，它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古村落哈。然后呢，这里呢，之前曾经是一个游客的这个服务中心。全部是这个石头来进行建造的。那么现在这一栋呢，它是可以拿出来给别人居住和这个经营的。那它是有一定的规划的哈，我慢慢给你们讲一下。这边这个大家看看哈，这个下边呢是厕所，上边是厨房。那么这个位置哈，这个位置呢，你可以把它做成一个餐厅啊，做成一个餐厅。然后这个房子的这个石头房子的这个内部啊，它是有300平米的这么一个面积。那么它一边呢是你要求有要求你要做一个小酒馆啊，大概从这个位置隔开。这边呢你是要做一个小酒馆哈，类似于就是经营餐饮和一个小酒馆的这么一个概念，可以里面做一些演出都可以。然后这一边呢就是你可以把它做成这个客房啊，客房呢。大概可以做成5间到6间客房。这里呢就是中间的一个走廊，大家看这个房子呢，全部是这个石头来建造的，非常漂亮。我现在呢就是站在这个餐台上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房子哈，非常非常漂亮哈。那么包括这里面这个房间的布局以及整个装修方案、设计图全部都已经做好了。那做好了之后呢，就是装修。那如果说你来接手呢，就是说装修的这个费用都不用你出，你可以直接拿来使用和经营，是不是天上掉馅儿饼呢，朋友们？那么适合什么样的人到这里来居住呢？想到农村来创业的一些年轻人，或者说你想找一个地方避暑的，或者说养老又顺便可以做一点事情的啊，这些人都是可以的。然后这个整个寨子呢又依山傍水，非常的漂亮。然后这里呢，它本身在夏季的时候是有一定的人流量的。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这里在夏季会举办泼水节，泼水节的这个时长大概是半个月。你们可以稍微的想一下，在这里经营的话，那么你隔5间客房出来，这些是可以赚一点钱。那你经营小酒馆，包括这个餐饮呢，你都是可以去挣钱的。所以说这个我个人认为真的是天上掉馅饼啊。因为我们设计的东西呢都是到处跑，你让我固定在这里干什么事情呢？我可能不行。所以呢，我听到有这么好的东西呢，我就赶紧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事情非常紧迫，朋友们，这个事情几天之内必须要有人来接手，所以这个机会是宜早不宜迟。你们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哈，朋友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哦六，给没掏给小平房了嘛？他要的也没人的，是不是啊？他租也要租对吧？你说的这个5000块钱是哪个的？这个你带进去看了？就是这个儿不说？哦，就是这3杆儿哈。他的之前租的是5000。因为你们这个我看起平啊，人家可能喜欢点，晓得不嘛？挨山里面呢就不是很喜欢，租不到龙国，你像台东山那嘛哪租到5000嘛？租不到。你们那里土又好又平，晓得吗？他这个是就以前起的房子嘛，还是起来看搞了看那个的哦。这个打工，他就是他的龙儿去这是要用钱。4个弯儿都是。那压力也大嘞。那他租这个人家，他假如要租这个，人家他住哪个？他那里也是不转的噻。他也是不转来。也是不转的，他起码要是他对他们两个随便他住个7、8年都转的，要把娃儿也是不转的。他3茬都住。哦，等于是住了3茬，这里基本上不回来的。不请了，本来要不请要，就在娃儿些，打比新批都要来落在往也长相的那儿居住。大家看一下啊，它这个平房是没有住的，正好是靠山的第一栋房子。然后主人家呢是有4个孩子在上学，他外面虽然说没买房子吧，他就是一直在外面，他不会回来，他要去外面打工，把几个孩子呢都这个上学上完才回来。这个刚才那个老人家跟我说呢，估计他可能要在外面打工7、8年吧，所以说。租个1年2年是没问题的哈。然后，这个地方是非常清静的哟。大家看看后面这个土什么的也比较平，后面就靠山。然后整个这边呢地势非常平坦哈。然后再往前面走呢，有一个大水库可以去钓鱼。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新土村的这个山里面的一个水库啊，这个水库还是不小啊。然后它这个水库呢是没有被人承包的，所以说，假如说在这里避暑啊干嘛的，就可以到这个水库里面来钓鱼是没有问题的。我在那边听他们说了，跟他们聊了之后呢，我还专门到这里来看看这个水库有多大。这样看去还是不小。然后他们这个新土村这边的房子呢，空的是非常多，但是我问他们价格呢，他们都说要你自己来了之后再谈。那么刚才那个3间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参考，就是他那个3间平房呢，它是要5000块钱，就是往年租给那些做公路的人是5000块钱1年租给他们的，这个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另外这边这一户平房呢，我让那个老人家帮我问一下呢，他说是他们2夫妻要商量一下没有给出一个价格啊。那么大家就可以参考那3间5000块钱，如果能谈的话，应该是4000块钱左右可以，就是那3间平房。如果说他们这里有些这个木房子的话，肯定价格会更便宜啊，毕竟楼房嘛，还是说稍微要贵一点，所以大家就可以做一个参考。然后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新土村，这里有个水库呢，今天也给大家看到了哈，所以也不用纠结。然后这个村整个村呢，它都是这种小山板，一片一片的平地哈，所以居住环境还是非常不错的。地址我再跟大家说一遍：遵义市播州区乐山镇新土村。大家看了之后呢，把这个视频收藏一下等到明年夏天的时候，你想过来的，你就直接跟着这个地址过来就可以了。好了，这一期视频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观看，咱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呢，我在遵义市汇川区松林镇
三王庙村到这个鸡公山的这个路上哈，那边呢有造了非常多的那种棚子哈，我不知道应该是要搞大型的养殖还是什么东西，刚造出来应该才几个月吧，我不知道哪个大老板在这里来搞投资搞大型的这种养殖的哈。这个山上面都是没有人居住的，就全山，因为这里还是偏高嘛，它海拔偏高，所以人呢都居住在山脚哈。这个上面是没有人住的，只是这个上面通公路。然后现在我们过去看一下他们那个房子里面是准备养殖什么东西啊？哇，造的一排一排的哈，造的比较大的，它这个造在这里搞养殖真的是天然的绝佳条件，就是不知道水源好不好啊？看他们造这么大的面积，肯定是水源也不错的。你们这里整那么多房子，这是准备做啷个的啊？搞养殖啊？养哪东西啊？养鸡，整弄好的房子啊？准备养好多了？要养1万多只。喂丢点是吧？喂丢也1000多了。喂丢也1000多了呀。哇，养鸡这个房子都吹得整个洋气。哇，这里养了鸡哈，它已经养了1000多只了。看一下，全是那种有小鸡仔。哇，这现在养鸡都这么高科技了吗？都是直接在这个里面养吗？它是这里已经有了1000多只鸡了。因为投资有点大哟，你这花了好钱了？好几十万了。也花了几十万哈。花了60-70万。啊，你这个都整来养殖了，准备在有订单吗？还是自己销售啊？才就是进厂门才开始找销路。还是要自己找销路了嘛？那你等于是自己孵小鸡来养吗？是外面拉家小鸡啊？全在外面进进来的小鸡，然后喂大了之后自己卖。水源没得问题的吧？水源没问题，水源好点可以好。这个政府搞的那个尾巴使用都基本上是吧？政府搞的。政府的只要你使那投资了嘛，你要投资将近800多万了，地方有800多万了。800多万。2只就差不多了。现在只要100多万了。是，我看这个搞得还有点洋气。还有这个。那那边个大平面是哪搞的嘛？都是要搞噻。都是要搞这个啊，都要搞这个养鸡。哎，这里是属于哪个政府啊？这里属于茅舍哦。我是说松林没听到这个谈这个东西嘛。大家看一下这个，我还以为是私人投资搞的哈，原来是这个政府弄的。但是呢，我问了他们一下，他说这个其实根本就没有订单式啊，也就是说自己去进鸡苗来养大了之后呢，再去寻找销路。其实用这种方式来养殖的话，如果说私人的话就非常不适合。为什么呢？你如果说没有订单，你这样养这种肉鸡的话，养殖出来之后，你这个销售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必须要有订单式。跟那些大的那种需要鸡肉的这种工厂啊。比如说一些做鸡翅、鸡排的这些工厂啊，要跟他联系好之后，你才能养殖这种肉鸡哈。否则的话，我就建议大家，如果你要养的话，肯定要养那种跑山鸡，啊，当地的土鸡，这个才能有一个市场，才能有一个卖点。如果像这样批量的养，第一个投资比较大，第二个销路是一个问题，风险也比较大，所以这种个人做的话，我不太建议这样做。对于像我的这种观点，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探讨一下，关于养殖的一些学问和知识啊。因为我呢也有可能会慢慢的去着手搞一些养殖哈，是有这个想法的，但是现在呢还在思考当中哈。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哈，感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再见，记得点个关注哦。很多朋友经常问我，你们遵义什么地方适合避暑，什么地方适合搞大型的种植和养殖？今天我就跟你们综合推荐一个地方，那就是遵义桐梓县的黄连乡。为什么这里又适合避暑，又适合搞大型种植养殖呢？听我一一跟你们说来。现在我是站在这边的山梁上，你们看看这里离蓝天白云多么的近，这个地方啊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这儿呢就是我们的黄连乡了，你们看一下整个四周，你们看到了什么？
是不是地广人稀，整个都是森林覆盖，完全看不到有人居住，对吗？但不要慌，我先跟你们讲避暑。黄连乡这里的海拔是1400多，是非常适合避暑的地方。现在已经是夏天最热的时候，但是在这里啊，根本就没有空调一说，人家风扇都懒得开，为啥呀？太凉快了，是吧？如果你到边上的这些山顶上呢，它有1600、1700，在遵义来说呀，你要让我推荐避暑，我肯定是推荐这里。首先这里非常凉快，第二一个周边好玩的地方也是非常多。到我们的龙门峡这个峡谷啊，只有10公里的路，旁边就是大溪河的这个乡村旅游景区。再往下边走呢，有一些峡谷漂流，可以到山林里面去探险探秘，可以去原始森林，还可以去湖南洞里面钻洞，里面就更加凉快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在这里呢，除了避暑，你还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可以去做。那么在这里避暑呢，也是非常实惠的。如果说你住这些民宿，他们的价格呢，大概就是40、50块钱、50、60块钱了。如果说你要包月呢，可能价格就更加便宜了，是不是啊？那么如果说你准备每年都长期在这里避暑，有买避暑房的一个需求，人家这个地方呢也有配备啊，但是价格有点贵，好像是4000多一个平方吧。第二一个，咱们讲创业，为什么讲黄连乡是比较适合种植养殖创业的？因为这里地广人稀。你们猜一下黄连乡的面积有多大？给你们3秒钟的时间。有197平方公里，没错，你没有听错，一个乡的土地面积有197平方公里。什么概念呢，朋友们？平原地区可能一个县的面积都没有197平方公里吧？那么197平方公里的地盘上有多少人口呢？只有11000多人。我们贵州很多的乡镇呢，大多数都是2、3万甚至5、6万的人。那么这里呢，只有11000多人，而且有4000人左右是在外面流动的，也就是说，长期居住在这个地方的只有6、7千人。所以在这里，普通人家很多都是几百亩的山林和土地，有多的甚至达到1、2千亩。所以说，你们想一下，在这个地广人稀的地方，是不是非常的适合去搞种植和养殖呢？这里的海拔呢，从600到1900多不等，在1400海拔以上呢，大多数都是方竹啊。这里呢有方竹比较大的一个产业。那么1400以下呢，就比较适合种植和养殖了。因为有很多朋友啊问我什么地方适合种植养殖，这个地方是不是非常的适合？你们从黄连乡这个中心点往周边看，是不是到处都是山林？峡谷深处这些地方就是适合种植和养殖的。在这些峡谷深处啊，它是不会缺水的，因为这里整个山上都是高山，对吗？水源保证非常的充足，所以你在这个峡谷里面，不管是干啥，那个水源都是不缺的。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说了，这里呢，因为它地广人稀，所以你要去搞养殖，去协调就非常的方便。你协调个2、3家人呢，可能人家就有1000多亩了。你在这个人口居住比较多的地方啊，可能这1、2千亩的地呢，可能有几十户人，甚至更多。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去协调就不方便。所以说你在执行的过程中呢，就有很多的麻烦事。所以我跟大家说，这里既适合避暑，又适合在这里搞种植养殖的创业。而这个地方的交通呢，也是非常方便的啊。它离重庆呢就190公里，离我们遵义市区呢就120公里，而且从黄连乡到这个高速路的路口呢，也就是20来公里吧，大概就这么远。你不管是种植养殖，其实你都可以对接到重庆去。所以说整个销路呢，我觉得问题也不大啊。就目前的情况呀，每年重庆大概有1000人左右在黄连乡这里避暑，所以说这个呢也是大家拓展销路的一个好渠道。那么今天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但是你们想来这个地方来考察种植养殖呢，我的建议是你到黄连乡那儿多住几天，然后在周边的这些村庄呢多去转转，我相信你们呢会找到适合你们做事情的地方，好吧？白帝城
因三国时期刘备白帝城托孤的故事声名远播，又因李白创作的一首诗早发白帝城，更是让白帝城成为知名度最高的名胜古迹之一。白帝城位于重庆奉节县的白帝镇，是长江三峡的西起点，原来与江岸相连，三峡工程蓄水后成为现在的江中孤岛。白帝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汉末年，当时割据一方势力的公孙述在巴蜀称帝，于曲塘峡口紫阳山上筑城，并因城中有一口井经常冒出白气，袅袅如白龙，公孙述以此为由自称白帝，并建白帝庙，所筑之城名为白帝城，紫阳山也因此更名为白帝山。白帝城一面靠山，三面环水，前临长江，气势雄伟，地控两川，扼五溪之险，占楚江上游，被称为巴蜀咽喉。冷兵器时代东边的军队想要进攻川蜀，最便捷的进兵通道必过三峡，只有拿下这里，才可以考虑攻取成都，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期，关羽失荆州后败走麦城，被孙权所杀。刘备为报孙权杀关羽之仇，不顾诸葛亮劝阻，举倾国之兵70余万，大举伐吴。与吴国交战近1年时间，并不顺畅。为了稳扎稳打，从秭归沿长江一线直达夷陵，连营700里布防，结果被陆逊抓住机会，火烧连营700里，损失惨重，几乎全军覆没。刘备退守白帝城后，次年4月，过于懊恼于夷陵之败，一病不起，含恨而终，托孤于白帝城。托孤堂以雕塑的形式再现了刘备白帝托孤的场景，观览之中不免让人生出许多感叹。刘备知道阿斗是扶不起的，对诸葛亮的临终遗言是：君才10倍于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世子可辅，辅之；若其不才，均可自取。也是古往今来历朝历代君主不曾有过的言语，其中有信难，也有无奈。这个地方呢，就是10元人民币的背景图，三峡之巅夔门，上边呢就是三峡之间的观景台。我的正前方这里呢，就是白帝城。白帝城悠久的历史和其所处的特殊位置，让其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入蜀出川的重要落脚点。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等等都曾游历过白帝城，并留下了许多千古传颂的名篇。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大家好，现在我在贵阳修文的大山里这个天气越来越热，给大家推荐一个避暑好去处。这里有一个非常长的洞穴，也是一个野景点。这个地方很好找大家直接导航修文2洞呢，就能来到这里。给大伙儿看一下这里的风景我车呢只能停到这里，然后这里是上游的一个水源。水源走到这儿呢，就要从这个地方穿过这个洞穴。这个洞穴呢是非常的长的，夏天到里面去走走玩玩还达到避暑的效果非常的凉快。这个公路呢到这个地方它就到头了，这里有这个搭的一个比较单薄的人行道，可以走到那边去。那边呢是有一个小村子的。咱们现在就是从这个地方进洞前方应该是电站，它这个水呢从这个地方就做了一个拦坝，然后从这里慢慢的流过去这个地方正儿八经的野景点如果在这个夏天特别热的时候跑到这里面来，很凉爽的。
也有非常多的人到这里。这个地方呢，就像是一个天生桥的一个形态啊，特别的漂亮。然后中间这个位置啊，有一个穿洞，大家看到没有？我跟大家说啊，特别是你们喜欢拍照的、拍摄视频的人，这个地方肯定是非常出片的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上方它是一个天窗，对吗？然后正好太阳如果从这个天窗照射下来的时候，人可以站在这个石头上来进行拍照啊，肯定是非常的漂亮啊，是那种佛光照耀的那种感觉啊，绝对是很美。但是这个要在这里等，还有一个呢就是时机的问题啊。这个上方啊，真的就像开的一只天眼一样啊，非常的漂亮。这里呢又是一只地眼，对吧？这个水从这里拦过来，然后好像是这个崖壁角这里又开了一个隧洞过去，从这个地方流过去，然后那边应该是发电的，这个隧洞肯定是人工开凿的。我们从这个地方隐隐约约看得到那头的那个光亮，大概是几十米。这个地方是不是挺好看的？这个地方呢，修有一个拦坝的一个平台，不知道当初修这个是干嘛的？这个下方也是很高啊，差不多有好70-80米吧。这个地方拍照也是很好看的，等到太阳从那边射进来的时候，是吧？拍照也是很好看。所以这里呢，如果大家把这个时机选对啊，到这儿来拍几张那种很高逼格的照片是比较容易的。从这个地方穿过来，又感觉是另外一个世界。这个洞的高度也差不多有100米啊，非常的漂亮。穿过来之后，看看这里就像那种一线天的那种感觉，两边是崖壁耸立啊，就留一个缝隙可以过水。从这儿走过来就是另外一片天地啊，仿佛进入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穿过了这个几百米的长长的洞穴，来到另外一边啊，非常的漂亮。这里就像隐匿在山中的一片秘境之地啊。夏季的时候到这儿来玩耍，在这个河边玩玩水，他们在这儿还可以钓鱼啊，钓那种小的那种白条。在这一条河边呢，我们隐隐约约发现了亿万年前的一些痕迹啊。大家注意看，这个河滩的这一片石头上啊，有大大小小不一的很多的这些孔洞，看到没有？这些孔洞不规则的，像这个地方也有一片，那个地方呢也有很多。这些石头上的这些孔洞啊，实际呢叫冰臼。这个冰臼是如何形成的呢？在远古时代啊，我们贵州大面积的地方呢都是被冰川覆盖，地球的不断升温呢，就导致高山的冰川融化。这个融化的冰碎加上一些流水呢，就往这些峡谷深处流。这里呢，它是地处峡谷，河水在流动，河水的上面呢，它有一个冰层，明白这个意思吗？高山的这个冰川融化之后啊，它就会从这个河床上面的冰层上方流过，长年累月的流呢，就让这个河床上面的冰层呢会越来越薄，慢慢的呢就出现了一些孔洞。下方河水流动的河床和上方的这个冰层之间呢，可能有10米甚至20米的一个高度。那么高山的这些融水夹杂着冰渣冰碎呢，从这个冰层之间的一些孔洞不断的落下来呢，往下砸，就砸在这些石头上，砸出来的这些窟窿。所以说这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是不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叹？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窟窿，它实际上是经过数万年才形成的。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哈，下期再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呢，我在遵义市汇川区松岭镇新庄村，也是我所在的村庄哈。我家呢是住在这个大湾组这里。虽然说我们村庄现在还属于这个国家级的深度贫困村，但是在80年前的话，我们这个村组，也就是大湾组这里的话，可是富甲一方的。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聊一聊啊。上面是我们的村部，从这里下来呢，就是我们整个大湾组。它分2个组哈，这里分大湾组、大平组。这边呢叫大湾组，那边呢叫大平组。然后那个公路过去，那边还有一大片山呢，也都是我们这个组的。还有这边，这里路下去呢，就是我们家了。我们家呢，就是我爸他们3兄弟啊，这边就他们3兄弟，然后这里一大片山下去，一直到下面河底。我们整个村组呢，之前的户头呢，大概有20多户吧，总的这个30加土地的面积应该是4000亩左右，所以地还是现在来算，地还是非常多。你们不要看这个村组啊，都是住在这个坡上的。但是80年前的话，这个地方真的是富甲一方，不是开玩笑的。这个地方总的住着有大概几十户人，那么有1/3的都是地主，也就是说人是住在这个山里面的，但是他们的土地呢却在几十公里内都有。也就是说地主嘛，就是土地非常多，他们的土地分布在几十公里内，好多地方都有。所以真正的土豪村主啊，这个地方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土豪到什么程度。那边那一个组就是有一家人以前他们家银子非常多，然后呢在那个土匪的那个年代吧，就是背着一筐银子出去，准备把它埋在地里面，但是背着出去之后呢，就在路上就被土匪给杀了。然后不知道那个银子有没有被抢走，还是说他已经埋起来了，这个不知道哈。这个故事是非常真实的，就是80年前发生的。然后还有我家这边，我家的房子这里，然后一直往下，在大概山腰的位置，有2-3家地主吧，是非常牛的。他们牛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这个下面不是有一条河吗？就是那个时候这边这家地主要娶老婆，要到对面也是一家地主啊，河对面也有一家地主，要在那个地方去娶老婆。然后呢，这个提亲的到对面去之后，那么对面的这个主人家就跟他说，你要来提亲，那你的这个银子能不能从你家摆到我家？就把这个提亲的问到了，提亲的就没办法回答。然后这个提亲的呢，就反过来问我们这个山脚下这一家人，那边是愿意，就是说他问你这个银子能不能从你的家门口一个一个的摆到他家的门口。你猜这边这一家人是怎么回答的？他就跟这个提亲的说，你过去问他摆双数还是摆单数，如果摆单的话是没有问题，但是摆双的呢可能要差一点，就富到这么一个程度，是不是很有钱？我就跟大家说，我们整个村呢现在是700多户，以前是多少户我不太清楚哈。也就是说有1/3的地主是居住在我们这一个小组的。别看我们这个是山非常大也非常陡，反正以前有钱的人都是住在我们这个村组。这个年限并不长哈，大概就是80-90年前。还有一个神奇的事情就是什么呢？你之前我记得我小时候吧，经常听他们说，就是对面的那些住户啊，那些人啊，经常会看到我们这边这个山上有白马，跑动的白马，就是特别科幻的那种，就像一个精灵一样那种感觉，就是有白马跑动。而且他们是不止一次看到啊，就是我们这边这些老年人都在传，对面那些老年人也在传这个事情。他们说这个有白马跑动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山里面有大量的这个金子、银子之类的，这个他要现身，所以就以白马的这个形式来现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种传说，反正就是村里老年人都是这么说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
村主啊，以前住的就是富人，啊，70、80年前住的就是富人，就是那些地主，就是非常有钱。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说过吗？那些土匪呀，他来抢劫，就是专门来抢我们这个主。我不是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下面有一个洞吗？就是被土匪来抢的时候，熏死了100多人在那个洞里面，就在我们这个村主，就在我们这个主哈。所以说这个不是传闻哈，这个是真实的，就是以前很有钱的人，都是住在我们这个主的，特别是就是说有这个白马在这个山上面现身跑来跑去的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也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交流吧。